不要出声！有人进了宿舍，看到小豆发在宿舍群里这条消息时，我正在宿舍厕所里边蹲坑边刷手机，那个人浑身是血，你们赶紧找个角落躲一下，我先躲到隔壁宿舍报警。我屏住呼吸，我知道他不是在恶作剧，我已经听到了外面哒哒哒的脚步声，似乎是高跟鞋。厕所门上没窗，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，也不敢动弹弄出声响，只能僵硬地坐在那里，死死地攥着手机。屏幕上小豆的消息此刻成了救命稻草，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狭小逼仄的环境里，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还好我在厕所里，其他人也都不在宿舍。小妮和小婉今晚有节选修课考试，宿舍里只有我和小豆。我在厕所蹲坑，而小豆刚刚去走廊外接水了。外面响起了砰的关门声，随即是哒哒哒的声音远去。那个人没到厕所来看，我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。我站起来提上裤子，在宿舍群里回了一句好像走了。群里有个奇怪头像的人发了一条消息，你在宿舍里？与此同时，许久没有动静的小豆又发了一条消息，隔壁宿舍没人，好几个宿舍都空了。两条消息几乎同时发出来，我愣了一下，赫然发现4个人的宿舍群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5个。门外走廊重新响起一阵急促的哒哒哒的声音，像是有人穿着在走廊上飞快地跑。我迅速地反应过来，用最快速度冲出厕所，扑向宿舍门口，用身体死死地抵住门，反锁。几乎同一时间，门外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在了宿舍门上，随即就是一下接一下的撞门声。穿着高跟鞋，应该是个女人。女人的力气真的这么大的吗？出什么事了？宿舍进来人了？你们两个没事吧？手机屏幕亮起，宿舍群里有消息弹出，是小婉，显然是刚刚看的消息。我们两个刚进宿舍楼，这个人是谁拉进来的？小婉也注意到了群里刚刚出现的第5个人。我在输入框里打，别回宿舍，先去舍管或者其他宿舍待着。宿舍门口有个变态，刚想点发送，却又想到那个变态也在群里，于是点开了和小婉的私聊对话框，消息显示发送失败。我才发现竟然没有信号，可是宿舍群里却可以正常聊天。小豆的消息先我一步的在宿舍群里发了出来，别回宿舍，先找个地方躲着，只有这个宿舍群还能发消息。等等，不对，我没听到高跟鞋离开的脚步声。我迅速地重新抵住门，同时门被从外面狠狠地撞了一下，只差一点就要被撞开，我手心几乎要被汗湿透。他刚刚差一点点就要进来了，怎么办？不能坐以待毙。我想到了，既然那个怪人也在群里，我在群里发，大家别怕，小豆刚刚已经报警了。这话也是说给那个人听的。我心里祈祷着那个人能看到这句话后赶紧离开。小豆没看懂我的意思，反而说110打不通，一点信号都没有，我们只能在这个群里说话。小妮，社长快先把这个人踢出去，这就是那个变态，踢不掉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成了群主了。咱们宿舍周围的宿舍门都没锁，里面都没有人，灯还开着，有个屋子甚至有吃到一半的泡面，就像所有人一夜之间消失了。我的心里已经是一片冰凉，值班室空着，舍管大妈不在，我们出不去宿舍楼了，鬼打墙，这简直就是灵异事件。那与我只有一扇门之隔的人，究竟是人还是……我头皮一阵发麻，快离开那里，别在群里说自己的位置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暴露的。他留下宿舍群这个唯一的联系方式，是为了方便找到我们的位置。我们宿舍在4楼，小婉他们在1楼的话，他跑下去怎么也要1分半到2分钟的时间。更何况我没听到他离开的脚步声，他虽然不撞门了，但仍然守在我门口不舍得离开。他找到其他人还需要时间，但我就在这里逃不掉。他撞开门只是时间问题。我感觉自己像是锅里的青蛙，面对着迟早烧开的水而无可奈何。可是小豆刚刚也说他在隔壁宿舍呀，他为什么不去找小豆？这时候我冷不丁的看到阳台上一个身影飞快的闪了过去，我后背瞬间被汗湿透。我后知后觉的意识到一件很恐怖的事。不要出声！有人进了宿舍，那个人浑身是血。这个奇怪的女人此时就在门外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手机屏幕亮起，那个奇怪的女人在疯狂地弹着消息。小妮，你刚刚是怎么找到小西的呀？你们两个是怎么离开那个宿舍的呀？让我猜猜，是阳台，对吗？你们可真是聪明呀！那我也走阳台好了。完了。阳台门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门，根本没法锁。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这个恐怖的女人。她披头散发，我看不清楚她的脸，却莫名有种熟悉感。我用最大力气，在她扑过来的前一刻拉开堵门的桌子，推开门往外跑。刚跑了几步，却冷不丁的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绊倒我的是一双染血的高跟鞋。她把高跟鞋脱下来了，所以我刚刚听不到她走路的声音。她一定是在挨个房间尝试开门，一直找到了我藏身的地方。我忍着疼爬起来，继续往下跑。我突然明白了线索里的她会慢慢的学会新的办法，直到找到你们。再往下就是1楼了。小婉说1楼的大门已经不见了，往下跑也没用。1楼的宿舍都是教室宿舍，常年锁着门，能让我躲的地方很少。我一边拼命的跑，一边回头看，却始终没有见到他的影子。他的动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。到了1楼，我刚拐过弯，身后血的门突然打开，一双手伸出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捂住嘴拖了进去。我拼命的挣扎，身后的人却小声地说：“小西是我。”我刚刚发现这个房间，他不会进来。我一下子平静了下来。那个人放开了我，是小婉。小婉和我解释，很奇怪，她挨个的打开门看，却不进这个屋子里来。她追过来了，我们能听到她开关门的声音，但唯独这个房间被她直接无视了。我心里泛起一个毛骨悚然的猜测：这个屋子里不会有什么更可怕的怪物吧？他会不会在害怕什么？小婉摇摇头，放心，我刚刚检查过了，这里似乎是个杂物间，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还找到了这个。
一本快被烧掉的笔记本，我用手机手电筒照着翻开，这是本日记，被烧得不成样子，我只能零零碎碎的看。今天学长他约我去，收到了学长的。今天帖子上有人，不可能，我怎么办？我一直往下翻，一个有用的人名都没有提及。而最后几页，我迅速的翻了翻，写满了你背叛了我，你们都背叛了我，那你们就都死吧！我看得胆战心惊，写这本日记的人怕不是已经疯了？手机消息突然弹出，我收到的线索是他因他而来，也会因他而离开。你们看一下手机的日期，今天是哪一天？今天太慌乱了，我根本没在意过。看到这句话，我仔细的去看手机日期，竟然是6月4号。今天明明是5月23号，或者说5月24号，刚刚过0点，中间丢了整整10天。小尼继续在宿舍群里消息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刚刚在3楼一个宿舍门口拍的，紧接着发了一张照片，一个宿舍门口被贴满和喷了各种字，全都是各种不堪入目的骂人的话，好像是住在里面的一个女生抢别人男朋友。虽然这样，但为什么闹这么大？毕竟别人感情的问题，无关的人顶多吃瓜吧。我有些焦急，我刚刚才在群里说过，不要发自己的位置，他会发现我现在不在那个门口了。不用担心，我感觉更加离谱了。为什么他会在走廊里到处转？你不怕遇上鬼吗？他语气轻描淡写，放心，我现在当然不在3楼了，我找到小豆了。小婉也在看消息，看到这里偏过头问我，要不咱们去2楼看看？为什么你们胆子都这么大？小婉理直气壮，3点这个时间点之前肯定会发生什么大危险，咱们得想想怎么才能出去。而且刚刚小妮说的话，我想到了，咱们可以发错误的消息告诉这个鬼我们的位置，这样咱们就可以尽量避开他了。我其实不太想去，我刚刚意识到了一件事，一开始我在宿舍里的时候，小豆在宿舍群里说他在隔壁宿舍，他应该也看到了，可是他没有去抓小豆，反而紧盯着我不放。我和小妮往楼下跑时，小妮去了3楼，我去了2楼，他没有去找更近楼层的小妮，反而跟到了我2楼，刚刚又跟到了我1楼。他只攻击我，或者说起码他优先攻击我。我想起了小妮的那句线索，他因他而来，也会因他而离开，难不成我们看到小妮说的那个房间了？小溪，我们走。我和小婉在2楼蹑手蹑脚的走，走廊里没有看到他的身影，我们呼出了一口气。晚上宿舍楼的走廊其实很吓人，长长的走廊，昏暗的声控灯，周围一模一样的一扇扇的门。我们一直走到2楼的尽头，站在一间烧焦的房间门口。我与小婉对视一眼，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线索房间。看了一下周围，他没找到我们，我们闪身进了这间屋子。屋子里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只能勉强看出来，这原先是一个宿舍的样子。我们在烧焦的宿舍里搜罗着线索。小溪，快来，这边有个电脑。我看着小婉手上举着的一台电脑，虽然表面有被烧坏的痕迹，但我总感觉有些熟悉，竟然还能开机。打开电脑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帖子，最上面是一个女生的照片，不知道是不是模糊处理了，我们看不清这个女生的样子。这个帖子的下面全都是谩骂，小三长成这样，怎么还有脸活着？就你这样，还配在学校上学？去死吧！小婉看消息的手都有些抖，天哪，这些人怎么这么恶毒？这个女生得多难受啊！所以她在宿舍用这样的方式自杀了。是不是曾经这个学姐住在我们原先的宿舍里，所以只有我们宿舍的人陷入了这件诡异的事情？我看着小婉在这边自言自语，苦涩一笑，轻声说道：“是啊，得多难受啊！”小婉没发现我的异样，她在查看有没有别的线索。小溪，你看这个墙上，结束的方式是开始。我摸索着墙上的痕迹，小婉，我们分头去找他们俩，我们得回到我们的宿舍里，在3点之前。结束的方式是开始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他原先应该是住在我们的宿舍里，那边是他结束的地方，所以肯定是最关键的地方。如果我推论没错的话，3楼小尼拍的那个宿舍应该正好对应我们楼下。1楼这个位置是大门，2楼被烧毁，3楼被喷油漆，4楼是我们宿舍。现在已经2点50了，就算推论错了，我们集合在一起，肯定也能制服他，搏一搏。小婉看着我振振有词的推测，思考一瞬就同意了我的想法。小尼和小豆应该在一起，刚刚他们在3楼，估计现在在2楼或者1楼的概率比较大一些。我们出去看看，没想到十分幸运，我们俩刚蹑手蹑脚的走到了楼梯口，就看到他俩从楼下走了上来。我简短说了一下我的推测，小尼刚想开口说点什么，就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女声：“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呀！”女鬼直接从3楼跳了下来，快跑！不知道谁说了一句，我们在他跳到2楼的瞬间，绕过他往楼上跑去。眼看他快要追上我们了，我们到了宿舍门口，他们仨都进入宿舍之后，在他们诧异的眼神中，我关上了宿舍门。小溪，他们以为我无私奉献了自己，挡住女鬼。可是我低下头看了眼时间，凌晨3点整。刺啦，火焰燃烧的声音，听见宿舍里面发出的惨叫声，我笑了。是的。结束的方式是开始，不是在我们宿舍有线索，而是宿舍3点整会着火。在刚刚看到那个帖子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一切。我们的舍友关系并不像我们表面上那么愉快，这丢失的10天是我最痛苦的回忆。宿舍门口不堪入目的谩骂，帖子里刺耳的人身攻击，都不是针对什么所谓的学姐，而是针对我的。我的男友是学校有名的校草，我们悄悄地谈恋爱，他美名其曰是为了保护我。那段时间我很快乐，只与宿舍里的姐妹们分享了这个喜悦。但是3个月后，他公开了与校花的恋情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女生，特别阳光且很出名，站在一起看起来如此般配，但却刺伤我的眼。我震惊于他是不是劈腿，打电话给他想质问他，可他却再也不接我的电话。我趁着没人的时候去拦过他，他却说我跟你不熟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我失魂落魄的回了宿舍，躺在床上翻着我们俩的聊
聊天记录，为了证明这段恋情的真实存在。但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我们的聊天记录那么像普通朋友，没有红包转账，也没有说过爱你。他所有的情话都是在线下面对面说的。我本想着颓废一夜就够了，第二天我还是可以振作起来，努力攻克我的学业，可却没想到我步入了更深的深渊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尼看着我写了欲言又止，小西，你去看看帖子。打开电脑，我发现我和校草谈恋爱的事情，以及我所有的个人信息都被发布到了帖子上，无数的谩骂都在朝我传来。我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我的3个好室友，我谈恋爱的事情，还有所有我的信息，除了这3个好姐妹，根本没人知道。所以这些帖子要么是他们发的，要么就是他们告诉了别人，我没质问出口。之后的几天，路上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宿舍门上被人涂满了骂人的话，我的手机也总是收到莫名其妙的谩骂短信。我的精神已经临近崩溃，直到我的保研资格被取消，而替代我的那个人是小婉。我冲回宿舍，看到的却是他们仨已经在收拾行李。小西，我们明天要搬宿舍了。我真的曾经把他们当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当天晚上凌晨3点，我设计了一场大火，想把我们一起烧死。没想到的是，我们被困进了这场诡异游戏里。也好，他们都死了，也该结束了。听着惨叫声戛然而止，我觉得我现在痛快极了。那个女鬼站在了我的面前，我站起身，看着她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，果然我猜的没错，她就是我。但她好像在哭，你看他们都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哭？她用手指了指我的脸，我摸了一把脸，脸上全是泪水。为什么我也要哭呢？她没有说话，而是递给我一张照片，那是一张那个校花初中时代的照片。虽然才初中，已经能看出来她长大了，一定会很漂亮。她穿着一身我熟悉的校服，她和我是初中同学，我所有的事她也知道。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我再也弥补不了了，我只能永远的忏悔。其实仔细的回想这一路，最开始是小豆给我发消息提醒我，后来是小尼带我从阳台逃走，又是小婉拉我进安全屋，他们其实都在救我。叮咚，手机短信的提示音，恭喜玩家完成任务，存活到凌晨3点，开启任务3，4人合作离开宿舍楼。凌晨3点之后，女鬼小西将不会再阻拦你们。由于未凑齐4名玩家，任务失败，你将消除记忆，游戏重启。我踏上一列通往过去的死亡列车，究竟该如何从这场诡异游戏中逃生？学校假期到了，准备回家的我登上火车，没想到屁股才刚刚坐热，就看到昨天收到的那条短信弹了出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没法删除的垃圾短信吗？怎么又自动弹出来了？用手肘碰了碰与我一同顺路归家的室友，喂，刘东，你也收到短信了吗？收到了。刘东打开短信，扬了扬手机，表示自己的情况和我相同。这介绍里说和鬼一起玩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喂，你看这里面说有鬼，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刘东笑了，当然，前提是女鬼，长成什么样不重要，身材差不多就可。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扯了一会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最终非常默契的同时闭上了嘴，因为车厢里的气氛有点奇怪，甚至可以说是反常。按照常理来说，学校假日是乘车的高峰期，我每次上车前后都挤得不成样子，之后的路程也会非常吵，男女老少的声音一个不少。可这次的情况却完全相反，安静的怪异。我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。此刻车厢内稀稀拉拉的乘客差不多也就10几个人，车座都没有坐满。意识到怪异，刘东率先问道：“我们俩有没有上错车？”“肯定没有，都坐过多少次了？”我给予肯定的回答，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车厢上的数字，后半句话就憋了回去。130号，我们现在所处的车厢是整个列车的第130节。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刘东自然也看到了那个车厢号，满脸写着不可置信。我瞧了瞧车窗，外面漆黑如墨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，这就更奇怪了。我们该不会是中了头奖，进入了某个超自然事件吧？而就在这时，啪啪啪，一个男人从座上起立，站在最醒目的过道上拍了拍手，瞬间，包括我们在内，车里所有乘客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过去。估摸着也快到站了。作为130号车厢硕果仅存的老玩家，在这里给各位粉嫩的新人一点建议。那男人斜靠在座椅上，挠了挠头，声音懒散的开口道：“自我介绍什么的就先免了。我这个人讨厌和死人说话，所以你们只需听讲就好。首先，欢迎各位乘坐这辆通往地狱的快车，开始无尽的诡异游戏。你们到底是怎么来到这的？根本无所谓，重要的只有一点，在规定的乘车时间内，列车是绝对安全的，所以注意时间，千万别上不去车或者不下车，这很重要。其次，再过差不多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列车就会停止，你们必须全部下车和鬼进行互动。游戏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，你们手机应该在昨天已经收到短信了，自己去看，记住是一字不落的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最后，我特别强调一下，别带有侥幸心理，比如认为这是一场整蛊节目或者噩梦什么的，这里真的会死人，而且很惨。言毕，这人回到座位，丝毫没有给其他人反应的机会，直接向后一躺就开始闭目养神。车内又陷入一片寂静，我和刘东对视了一眼，虽是都没有说话，但彼此的脸上都写满了懵逼，根本搞不清楚状况。刘东的表情有些复杂，这是哪个拍短视频的段子手？新型社交牛逼症？应该不是。我打开了手机的定位功能，个人的力量应该没法做到在悄无声息间将整个环境都换掉，更别说我们现在的行程连地图都显示不出来，这已经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了。听到这，刘东也拿出手机开了下定位，
发现根本没法在地图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而且屏幕上的日期似乎也不对劲，倒退了10年，显示为2012，算是认清了现在的状况。他握着电话的手开始有些发抖。我们只是上个车就碰到这种事，也太离谱了吧！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，我看过不少类似的小说和影视类作品，接受能力不弱。至于要不要相信那个人的话，还是信比较好。毕竟2个大活人凭空出现在了130号车厢里，和见了鬼根本没什么分别。请注意，车辆即将停止，请前往游乐园方向的乘客下车，带好随身物品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就在我和刘东愣神期间，列车果真停了下来，前后的车门同时大开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谁都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挪动地方，还是坐在原位。又看了看车厢内其他乘客的反应，也都是彼此观察对方，没有一个站起来下车的。直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率先起立，按兵不动的僵局才被打破。而见到那人第一个下车了之后，也没什么事发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座位上站起，却被刘东一把给拉住了。你干什么？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我解释道，这根本不是之前那辆车，我们就算留在里面，也不知道会被送去哪，那还不如按照游戏的指示来行动，说不定事情还会有转机。可是，一旦下车，我们就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呀。刘东回道，这车到时候要是不回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刚想说些什么，列车内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，警告，警告，检测到身份未被辨识的乘客。几乎是同时，就在车厢里，一个女人忽然腾空而起，发出啊的一声惨叫，就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给提了起来。随后整个人开始像拧干的抹布一样翻卷。等其他人注意到这边的情况时，他已彻底失去声响，变成了一条人肉麻花。见到这种骇人的场景，车厢内其他的乘客发出惊叫，每个人都在本能的驱使下从座位离开，疯狂的冲下列车。最后，列车内只剩下最开始讲话的那个男人，他从兜里拿出一张手帕，擦了擦刚刚溅到脸上的人血，依旧闭着双眼，好似入定一般。列车外，我们和其他乘客全都惊魂未定的站在原地，眼看着车门全部关闭，又再次飞驰起来，慢慢消失。这里真的会死人。想起车内那个女人的死状，我的胸口开始起伏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双眼也有些发直。刚才完全是刘东在拽着我跑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死法的人。一时间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，而后才是惊奇和恐惧等知觉席卷全身，大脑和身体已经完全陷入麻木的状态。就在我还沉浸在那人的死亡当中时，刘东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喂，你看前面，这不是那个。喂，你看前面，这不是那个。刘东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黑夜。抬头看去，天空中没有月亮，到处都是黑暗，唯一存在的标志物是前方那块巨大的招牌，由5颜6色的霓虹灯串联，组成了歪歪扭扭的4个大字：欢乐王国。借助那微弱的灯光，依稀还可以看见招牌下是一扇关闭的铁门，旁边还有窗口，墙上写着售票处。这不是那家死了好多人的游乐园吗？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家名为欢乐王国的游乐园已经建了不少年头，后来屡屡出现因为游乐设施故障而意外死亡的事件。在10年前的某个时间，这地方就已经彻底废弃了。这不可能，我们居然回到了10年前。很快我意识到了什么，几分不可置信的拿起手机，上面的日期时间显示是2012年5月6日。这家游乐园早就不应该存在了，我们这些人居然回到了过去，回到了游乐园还存在的某一天。喂，星辰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环视四周，刘东感受到了这里异样的环境氛围，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。我也不知道，暂且先打个电话看看吧。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又用手机按了个号码，想要拨打求救电话，却发现根本打不出去。又看了看其他人的反应，除了之前带头下车的那人在观察售票处以外，其他乘客都和我们一样在摆弄手机，似乎在尝试着和外界进行联系。而就在我们这些乘客出现后，整个游乐场似乎活了过来，木马开始了旋转，摩天轮嗡嗡作响，机械运转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场内的数种游乐设施随之一同苏醒。广播喇叭里开始播放音乐，伴随着人声。欢乐王国带来无与伦比的开心与快乐，欢迎您！还不等我们有所反应，眼前一花，已是出现在了室内。这是一片非常宽敞的空间，和室内网球场差不多大。前方是拉着红色幕布的舞台，两边的墙壁下方摆满了布娃娃，而脚下踩着暗红色的地板，上面画了4只青蛙的涂鸦，分别留在1、2、3、4片不同的区域，数字部分用了不同的颜色标注，十分显眼。你们好呀，人类！突然，一个孩童的阴森森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嘿嘿，一起来玩吧！循声看过去，却是吓了一跳。声音的来源是一个身材瘦弱的女孩，是真正意义上的骨瘦如柴，皮包骨头，身上穿着脏兮兮的连衣裙。她的双眼是2粒纽扣，代替了眼珠的存在。鬼啊！见到她的尊容，人群中有几个胆子小的乘客当下腿就软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一起来玩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赶紧开始吧。而那个女孩，或者说是鬼，僵硬的笑着，嘴边淌出的口水滴到了裙子上。我来告诉你们规则，然后大家一起玩啊！嘿，鬼擦了擦嘴边的口水，讲述了游戏内容。游戏的名称为抓青蛙，人类扮演青蛙，鬼来抓。共有3条游戏规则。规则1，整局游戏在限定的地界内进行，也就是4个画有青蛙图案的所在地，被称为池塘。所有青蛙都不允许离开由1、2、3、4组成的池塘区域。规则2，青蛙在鬼唱歌时可以进行跳跃。规则3，鬼每次只在一个地点内抓一只青蛙，猜猜他会选择哪个池塘？等他说完游戏的规则后，没有人感觉到一点童趣，反而是一股凉意涌上心头。我们现在是青蛙，那么被抓后会发生什么？还不等众人有所反应，鬼女孩的声调突然变高，似乎兴奋了起来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玩吧。嘿，
是岸上的青蛙吗？他的歌喉沙哑，像是坏掉的收音机，唱着不明所以的句子。而就在第一个句子的尾音结束时，鬼女孩那两粒纽扣的眼睛一转，看向了我所在的方向。嘿嘿，我要抓青蛙啦！诡异列车居然将我们带入10年前的死亡游乐园，而游戏的第一关是抓青蛙，这是什么破游戏？我们该如何才能逃生？接上文，嘿嘿，我要抓青蛙啦！他笑得很开心，抬起那骨瘦如柴的双手，以一个谁都没有反应过来的速度抻掌，一把就抓住了刘东的肩膀。哎！看到那双抓住自己的手，刘东愣了一下，似乎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而后，鬼的脖子也像蛇一样甩出，悬在半空，嘴从两颊裂开，整张血盆大口如同黑洞，咔嚓一声就咬下了刘东的上半身，温热的鲜血四溅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等到众人反应过来时，鬼已经恢复了原状，用手抹了抹嘴，表情中带有几分嫌弃。好难吃啊，小青蛙！刘东看着希月同学仅剩的下半身跪倒在地上，我发出了惊恐的大叫。而游戏并未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停止，他又抹了抹嘴，脸上的笑容依旧。还是好饿呀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嘿，这次所有人都见识到了青蛙被抓住的下场。某个距离刘东最近的人似乎疯了，空气中的血腥味已经让他失去理智，于是将刚才的规则忘到了九霄云外，脑中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逃。他开始狂奔，可就在他前脚踏出池塘的白线时，女孩的一双鬼手已至，将他抓住。同样的场景再次发生。好吃，小青蛙笑得非常开心，哈哈哈哈！我们继续玩吧。1到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等他唱完第二个句子，又是一双鬼手出动，抓向了数字1的池塘，吃掉了第3个人。没人敢逃，只要存有一丝理智的人都不会再离开池塘。他是站在我边的那个人，溅了我一身的血，这似乎让我清醒了一些，下意识地环顾起四周。我们这个池塘只有3个人了，如果我再在这里待下去，鬼再次选择在这片地区抓人，下一个很大概率死的就是自己。吱吱呀呀！当他唱出下个句子时，我跳进了旁边的池塘，也就是画着数字3的区域。而鬼这次依旧选择了在池塘1。一个倒霉的中年妇女被抓住，咬剩下半截。哎呀呀，老婆！他旁边的中年人发出痛哭，又很快由悲伤转变为愤怒，双眼血红的朝那鬼冲了过去。结局如出一辙，鬼张开了巨口，男人挥洒出满地的热血，他发出欢快又沙哑的笑声。嘿嘿，好吃，小青蛙好吃，继续玩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呀！而后，鬼的第4个句子唱出，他那双纽扣眼睛转向池塘1，可那里已经没有了活人的存在。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明明这片池塘已经空了，可那鬼依旧将头像蛇一样抻长了好几米，甩到区域内，四处转了半天。没有小青蛙了吗？没有找到猎物，鬼的头恢复了原位，没再发出笑声，低声一语着，似乎非常不快。好生气呀，再来吧。你听到我的哭泣吗？很快，鬼唱出了第5个句子。这次他的头颅一转，似乎把目标定位了池塘3，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区域。这里的人很多，和池塘2一样，聚集了一半数目的幸存者。看到鬼朝这边看了过来，所有区域内的人都瞪大眼睛，屏住了呼吸，因为马上就会有人被杀。没等太久，一个坐在地上脸色惨白的男人被瞬间夺去了上半身，其他人都暂时的松了一口气。我放松了一些，可悬着的心依旧没有放下来，因为鬼根本没有说过这场游戏什么时候结束。这样等下去，所有人被吃掉只是早晚的事，大家不过在排队去死。有没有什么解法？快想想！情况危机到了极点，我胸口急速的起伏着，大脑却意外的一片清明。一定会存在解法的。列车上的那个人说过，和鬼互动而赢取点数，既然是赢，那么一定是建立在人可以活下来的基础上才能获胜。是什么？有什么方法可以战胜鬼？人类真的可以赢过这种东西吗？凌晨3点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你叫的代价到了。这通电话一下让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坐了起来，紧紧盯着黑漆漆的房门，没人敲门，但电话另头又传来了声音：你的代价到了，麻烦出来一下，将车钥匙给我。我迅速的将电话挂断了，脑海中不停的搜索着关于代驾的事情。可昨天晚上只是在外面和朋友喝了些酒，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感叹自己有车子，但是喝了酒开不了的痛苦，之后便自己走了回来，再然后便记不清了，只感觉脑袋晕沉沉的。我壮着胆静悄悄的走到了门前，透过猫眼往外看去，果然门外站着一个身穿黑色高领便衣，头戴鸭舌帽，嘴上戴着口罩的男人，看着正出神。门口那男人突然的靠近猫眼，你应该就在门口吧，赶紧出来吧。我吓得一激灵，手上的手机突然掉在地上，在宁静的夜晚中显得格外的刺耳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回应道：你走吧，我现在不需要了。有病！男人骂道。过了片刻，在猫眼中便看不到那男人的身影了。我回到了床上，心中还是一阵心悸，到底是谁帮我点的代驾呢？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恶作剧？在自我猜忌中，我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我几乎问遍了所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，可却是一无所获。我愈发的感觉到事情的严重，索性便打算去朋友家住。也是因为凌晨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产生了不安。小丽来了，我快速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。小丽看着我收拾的这么快，随口说道：收拾的这么快，田一，你该不会是和你新交的男朋友吵架了吧？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？我下意识地回答道：就是昨天你喝醉酒把你送回去的那个男的，还别说长得倒是蛮好看。田一，你真有眼光。小丽还没有说完，我就已经愣在原地了。男朋友？昨天把我送回家的。我昨天不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吗？我的心脏开始剧烈的跳动。昨天居然有个陌生的男人送我回家，那他会不会趁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？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小丽看着我有着惊恐的表情，也多多少少意识到了。田怡。
小丽将我唤醒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我没有正面的回答她，只是愈发的焦急，甚至有一丝眼泪在打滚。小丽，你别问了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快点去你家里好吗？小丽看着我焦急的样子，也没有多说，便和我一起来到了地下室中的停车场里。小丽开车带着我来到了收费口，看了我一眼，可我却发现自己的手机忘记在家中的鞋架上了。我慌了，这代表着我要重新回到那个家中拿手机。我有些惊恐的看了看小丽，我手机忘记拿了，钱都在那个上面。那你去拿呀，愣着干啥？小丽似乎看出来我的犹豫，便说道：要是你能开车的话，我就帮你去拿，毕竟我们已经排队马上要过停车场出口了，后面还有车子。想到这里，我也没有再多说，只身一人就回到了家的楼下。我在心中不停地暗示自己只是开门拿手机，然后就离开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。家在12楼，我点开马上关闭的电梯，应声打开，里面还有着一个长相秀气的男人。不过我现在并没有心情去欣赏，只是按下了12层的按钮，而那个男人按下的是13层的按钮。正在我心中疑惑什么时候13楼还有这样一个帅哥时，电梯依然来到了12层。我忐忑地来到了门口，并反复在心中消除自己的恐惧。打开门，由于现在是晚上，屋内漆黑黑的，朝着四周看了看，并没有什么异样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正想顺手抄起鞋架上的手机时，突然我感觉到脖颈有一阵火辣的疼痛感，紧接着就是强烈的窒息感传遍全身，血涌上脑。我惊慌的想要挣扎大喊，可是嘴里发不出任何的声音。我身体一软，意识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来后，身体的疼痛感让我一下子清醒了不少。我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这是在我的家中，我被紧紧地绑了起来，身体动不了了。你终于醒了。黑暗中突然出现的身影让我的心脏一下提到了嗓子眼，身穿高领黑色便衣，鸭舌帽加口罩，是那个代驾。看清后，我的瞳孔也不由一震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是犯罪的？我恼怒地说道，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。那黑衣男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：现在你的命在我的手上，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我身体一僵，我本是打算先拖住他，等到小丽发现事情不对劲时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故作镇定，你打算干什么？黑衣男冷冷地笑出声来，随后双手抱着头开始失声大笑起来，整个人疯疯癫癫的。我的脸色也愈发的难看了起来。我不怕被绑架，但我怕绑架我的人是个疯子。在我惊恐时，黑衣男说了一句令我琢磨不透的话：只有杀你们，我才有活下去的可能。近乎疯狂的语气，他朝着我走来了，手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菜刀，在我的惊呼中朝我砍了下来。和想象的不同，我并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，只是感觉身体异常的疲惫。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。你的代价到了。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的惊醒，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的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那黑衣男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，而我此时却回到了床上。你的代价到了。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的惊醒，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的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之前杀了我的黑衣男不见了，而我此时已经回到了床上，我没死。就在我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时，电话那头又重复了一遍：你的代价到了，麻烦出来一下，把车钥匙给我。那熟悉的声音让我打了一个激灵，我看向手机，上面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却被标注为代驾。这熟悉的一幕让我感到疑惑。我站起身走到了漆黑的门口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了诡异的一幕，还是那个身穿高领黑色便衣，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我又回到了凌晨3点？我抱着疑问拿起了手机，果然上面显示着凌晨3点。我只感觉一阵恍惚，你应该就在门口吧，赶紧出来吧。我的心跳骤然提升，你走吧，我没有交代价。有病！男人骂道。我开始意识到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那个时间点上，在惊恐之余，我想到了之前小丽对我说的话，这个男人进过我的家，我立马紧锁房门，坐在床上惊恐地等待着天亮。第二天，我便联系了开锁公司，将我的门锁换了一个，并且提前就收拾好了我的行李。在没有提前说的情况下，我一个人打车来到了小丽家。敲门之后，小丽便很快就开门了，只是看到了我有些惊讶。很快到了夜晚，我迷迷糊糊之中好像听见了小丽下床的动静，没有多想，我再次沉睡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周围飘来一阵阵浓雾，把我呛醒，映入眼前的便是一片火海。我发现小丽并不在这里，火势迅速蔓延，可见度急剧的下降。我想逃离这里，可所有的去路都被封锁了起来。我瞬间慌张地蹲在了地上，很快我清晰地感受到来自每一寸肌肤的撕裂感，随即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了之后，我又回到了那天凌晨。你的代价到了。无尽的轮回让我崩溃了，心力交瘁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。鬼使神差的我拿上了厨房的菜刀，打开了门。门外那黑衣男见到我明显愣了一下，显得很意外。我眼神空洞地看着黑衣男，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。没有犹豫，我抬起拿刀的手重重地砍了下去。在黑衣男的一声尖叫中，他死死地倒在了地上。看着倒在地上没有动静的黑衣男，我一直悬挂的心终于舒缓了几分。这一晚我睡得很香，但还没有迎来白昼的黎明，便感到眼前有着一阵火光。我嘶吼地大叫着，任由火势蔓延至全身，仿佛感受不到痛觉一般。我带着焦黑的皮肤跑到了电梯口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小丽。她正拿着一罐红色的油桶朝着安全出口走去，像是感受到了我的注视，她回过头来与我对视，原先冷漠的神情变得惊恐，也不顾手上的油桶，转身就跑。她想杀了我。我脑海里的小人不断地述说着，我只感觉脑袋要炸了一样。够了，
我怒吼出声，眼中也彻底的红了起来，拿上了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菜刀，我大步的朝着小丽的方向走去，一刀落下。我看着她定格在那煞白脸上恐惧的表情，我放声大笑，随即眼前一黑，身体软倒在地，我再一次陷入黑暗。而这次时间变得格外的漫长，当意识逐渐被唤醒时，我只看见了一个人影站在我的面前，是一个身穿白色大褂的女生，大褂紧紧的将全身包裹，好像只有头是裸露出来的，而她此时正在看着我。你终于醒了，黑衣。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但很快我便愣在了原地。黑衣，黑衣是谁？是那个代驾吗？他为什么会叫那个代驾的名字？我的大脑要炸了，我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女人。突然，我猛掐住她的喉咙，眼神中只有无尽的决然。她像是没有想到我会这样，就连反应的时间也没有。她痛苦地哽咽着什么，像是在说什么话，但我并没有放过她的意思。为什么要叫我黑衣的名字？为什么要叫我一个杀人凶手的名字？我狂躁地大喊道，但这几声似乎引动了什么。在我面前的大门突然打开，从外面走进了一个长相偏老的老者，同样是紧紧穿着白色大褂。他看着我，田姨，你不要激动，他并不了解你现在的情况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你先把他给放下来，我就告诉你在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老者沉声道。我思考了片刻，还是将他放了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心软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即将掐死他的瞬间，我似乎也看到了死亡，而那种感觉随着我将他放开，正在衰减。女人费了好半天才缓过气来，老者将他带到自己的身后，转向我说道，田姨，你其实是我们医院的病人，而你患有的是多重人格症和被害妄想症，你身上有着数名人格，相信你在刚刚治疗的过程中也发现了，这种症状往往会在你的身上不定期的转换人格，也许现在你是田姨，但下一刻你也有可能是黑衣。现在你的情况药物根本不能改善，所以为了保护你和其他人的安全，迫不得已只能将你关在这里接受治疗。那老者看着我，说话像是带着魔力般，我看着他有些失神了，似乎在我的心里对这个老者就有着莫名的尊敬。我平静的点了点头。老者见我不再狂躁，并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白色药物，这个是帮助你治疗的药物，你将它吃了就好。说完，老者将药物递到了我的手上，我犹豫一会儿，还是将那颗药物吞了下去。很快我就感觉到眼皮传来的重量，全身都使不上力气，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眼前的两人，视线首先从我的身上那白蓝相间的病符划过，再到了那老者和女人拖鞋处，紧接着是白色大褂下的一丝蓝色的条纹，最后视线移到了两人充满笑容的脸上，嗤嗤，脑中一阵电流声穿过，我陷入了昏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意识在黑暗中被一阵细小的声音吸引，随着距离的加近而变响。终于我听清了，你的代价到了。我第一次觉得闺蜜这么可怕。我和闺蜜合租了一个老旧的小区，小区破旧斑驳，楼梯里连照明都没有，每次加班回来都觉得阴森森的，很瘆人。房间里的摆设也很陈旧，好在房租很便宜。我们俩特别爱缩在客厅看恐怖片，在恐怖片的衬托下，房间竟然也透着阴森的气息，就连温度都比平时低。第二天，闺蜜却突发奇想，打算测试一下电影中的情节。她找来一只碗，里面放了生小米和清水。如果屋里有鬼的话，这些东西就会被吃掉。说完，我们就出门上班了。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，不停地想着碗里的米到底会如何。下班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家，第一时间去查看那只碗。还好里面的东西并没有少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竟然有些失望。此时闺蜜的房间关着，里面放着音乐，我就去卫生间冲凉。结果洗着洗着，我无意间往门口看了一眼，就看见闺蜜脸贴着玻璃门冲着我傻笑，我吓了一跳。你神经病吧？闺蜜并没有理会我的愤怒，依旧站在那里冲我傻笑。这下我彻底火了，冲着她大骂了几句，然后赌气地拉上浴帘。等我洗完澡，闺蜜已经不见了。可就在我刚准备刷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竟然是闺蜜打来的。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推开闺蜜房间的门。你都在家，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可闺蜜好像睡着了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心想，会不会是她的手机丢了，有人捡到电话找失主？于是我赶忙接起了电话。我在买奶茶，要不要给你带一杯？我瞬间毛骨悚然，因为电话里的声音正是闺蜜。我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，好半天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你别开这种玩笑，你不是在床上躺着吗？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到家了。说完，电话便挂断了。我的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，脑子里也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：刚刚我去看碗里的东西虽然没有少，可在我端起来时，它分明是热的，里面的小米已经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脸色煞白，悄悄往床上看去，躺在床上的人却不见了。我尖叫着拔腿逃了出去，正好碰到闺蜜拎着奶茶回来。我把刚才的经历告诉了她，她也被吓得不轻。这个房子是不敢住了，我们连夜搬了新家。好在后来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回忆。你在医院经历过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？1年前妈妈因病住院，我作为陪护也守在医院里。入夜，我想着帮妈妈打完水就准备回家，便提着热水壶走出了病房。走廊里格外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一股阴风刮了进来，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我紧张的喉咙发紧，
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水房里只有一个人在打水，哗哗的水流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有些突兀。我站在他的旁边，刚想拧开了水龙头，不经意的斜眼时，却发现那人的水壶已经满了，水溢了出来，躺在他的手背上，手背一片红肿。这可是开水，他难道不疼吗？水满了。我提醒了一句，赶紧帮他关好水龙头。哗哗的流水声戛然而止，女人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很瘆人，眼仁很小，几乎都是眼白。我害怕的咽了咽口水，小声的解释：你的水壶满了，水把你的手烫红了。女人机械地将手举起来，放在眼前瞧了瞧，然后又放下，接着提起水壶缓缓离开。自始至终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更没向我道谢。还真是个怪人。我打好水走出水房时，才发现走廊的灯突然莫名的闪着，甚至还有滋滋的火花声。一个行动病床迎面推了过来，床上盖着一块白布，下面躺着一个人。行走带来的风将白布翘起了一个边，我看到了床上那人黝黑的头发，真的是世事无常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出于对死者的尊重，我赶紧避让。突然，有人从身后猛地推了我一下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向了床上。好在我用力扶住了床沿，这才避免了尴尬。对不起。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不停地和对方道歉，推床的两个人并没有吭声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他们的眼神透着古怪，我心里有些恼火，但又有些害怕。于是我直接转过头去找推我的人，可是身后空无一人，静，死一般的静。我不禁四下张望，诡异的是走廊两侧病房都房门紧闭，乌漆麻黑，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袭上心头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，请您原谅。我转过身，低着头不停地道歉。然而许久没人回答，我悄悄地抬起头，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拔腿就跑。因为移动病床和那两个不三个人不知何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全程没有一丝声音，头上的灯依旧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发出滋滋声。我一路狂奔到满头大汗，依旧没能跑到妈妈的病房门口。妈妈的病房离水房并不远，但我怎么走这么久还没有到？我害怕的赶紧拿出手机，颤抖着拨打了妈妈的号码，可电话那头迟迟没有接听。我捂住了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，再次环顾四周，这里是9楼没错，也是我熟悉的病房号。我愣愣地站在了走廊，仿佛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，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。一切的不对劲都从我碰上那个女人开始的。既然前进没办法找到出口，那我就退回水房，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原因。于是我转身往水房的方向走去，结果我发现我连水房都找不到了。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我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个病房的灯竟然是亮着的，而这个病房的门也开了一条缝。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夹杂着一丝呜咽的声音。我的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，直接开门就走了进去。进去后，我才发现病房内只有一张病床，上面躺着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无意打扰，我找不到病房了。我冲着床上的人解释，然而门却吱呀一声关上了。我吓得险些叫出声，转过身用力去推房门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今晚也太邪门了，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就在我恍惚间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僵硬地朝身后看去，身后站着的竟然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，她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不自觉地尖叫起来，赶忙退后一步。你不该来这里。一句话轻飘飘地传来，我的眼睛紧闭不敢睁开，只感觉一只手推了我一把。再睁开眼，我竟身在水房，水龙头哗哗地往水壶里注水，怎么回事？还没从害怕的情绪中走出，提着水壶走了出去。走廊上的灯安静地亮着，没有闪烁，也没有滋滋声。不远处的护士站里，护士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我臆想出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不远处两个人推着一个病床走过来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从头到脚盖着白布。一阵阴风刮过，白布被掀了起来。这一次我不仅看到了对方的黑发，还看清了他的脸，她就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。我的汗毛全部炸了开来，快步往前走去。好在这次没出什么意外，我顺利走回了妈妈的病房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给你打电话也没信号。妈妈看了看手机，我去了多久？都快1个小时了，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？我不想让妈妈担心，没有说出刚才的经历，只是说遇到一个熟人多聊了几句。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得上班。我放下了水瓶，和妈妈道了晚安，就走出了病房。之后的我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但是至今想起依旧心有余悸。起初我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直到我透过墙上的小洞看去。刚毕业的我租了一间公寓，公寓的设施十分陈旧，用木板隔断的墙面隔音效果非常差，但好在价格便宜又离公司比较近，我咬咬牙便住了下来。由于大家上班的时间都差不多，邻居之间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从没见过我左边的租户，但晚上我却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这哭声很瘆人，传
穿透墙面传入我的耳朵。好在我从小胆子就大，倒也没有害怕，只是有些无奈，毕竟总会吵得我休息不好。隔天一早，等电梯时刚好碰到右边的邻居，我便问起隔壁住的什么人。他突然神色慌张起来，眉头紧皱。你问这干嘛？随后我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我也不清楚。说完，他便阴沉着脸走了。莫名其妙，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他的反应，我不免觉得疑惑，他好像知道什么。这种疑惑也一直持续到下班回家。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又响起了那个断断续续的哭声。我几日的愤懑也终于爆发了，用手哐哐敲着隔壁的墙。喂，你安静点吧，你不睡觉，别人还要睡觉呢。但隔壁邻居似乎没有听到，仍然发出断断续续的哭声。发泄一通后，我也逐渐冷静了下来，分析着是不是隔壁住户遇到了什么难事，才会每晚哭个不停。突然，我发现墙壁上有个小洞，这个食指大小的小洞似乎是被白蚁啃出来的。一想到隔壁那个从没见过的神秘邻居，我就按耐不住好奇，于是我悄悄凑上这个小洞，往里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正背对着我轻轻啜泣着。我碎碎念道：哭得这么伤心，这是被情所伤了。不久，那哭声逐渐消失了。出于好奇，我再次把眼睛凑了过去，然而瞬间让我冷汗直冒。我惊恐地盯着眼前的景象，无法自已。一双脚赫然出现，轻微的晃动下还伴随着可怕的呜咽声。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冒了出来，我吓得立马后退了2步，浑身被汗浸湿。我赶忙拿起了手机报了警，又颤抖着给房东打去了电话。喂，房东，隔壁404好像有人自杀了。房东应该是被我电话吵醒的，但也被我的话吓得不轻，带着刚睡醒的腔调说道：你睡懵了吧？404早就没人住了。什么？听到这，我身体不自主地颤抖起来，贴紧墙壁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小洞，生怕下一刻会有东西突然钻出来，一咬牙就夺门而逃。不久，警察和房东就赶了过来。当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因为隔壁的房间确实没有人，厚厚的灰尘根本不像我刚刚看见的场景一样。房东再次强调，一定是我睡懵了，看错了。次日一早，我赶忙找了新房子搬了家，而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这种声音。事情慢慢淡了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则微信消息再次勾起了我这段回忆，是当时住在我右边的邻居，他告诉我他也搬出来了。你那隔壁房间，我听说之前有个女孩子上吊自杀了，从那之后再也没人住过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久久回不过神。我居然因为一件送错的快递，差点丢了性命。那晚我刚下班回家，门口就传来门铃声。您好，您的快递。我没多想，应了一声。麻烦放门口吧，谢谢啊。待快递员走远后，我便开门把快递拿了进来，心想着应该是老公出差在外面给我买的特产。可仔细看了眼快递面单，上面的地址门牌号是对的，只不过他是隔壁撞的，收件人我更是完全不认识。好在面单上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想了想，我便打了电话过去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对方是个温柔的男生。你好，我是 A 幢402的，您的快递送到我这里了。我与他说明了一遍事情经过。这应该是快递员粗心搞错了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就放在门口，我晚点去拿。我便直接应了下来，把快递放回了门口。隔天一早，我发现快递果然被取走了，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却没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之后没过几天，门口又出现一个快递。这怎么又是隔壁楼的快递啊？这快递员怎么回事啊？我虽然有些生气，但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邻居。又送错了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方便帮我放到门岗吗？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快递，这次的快递是一个比较大的箱子，看上去有点重量。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犹豫。家里有男人吗？这个快递有些重，你一个人应该搬不动吧？这个我确实搬不动。在他说了会自己来拿后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门外有悉悉嗦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透过门眼往外望去，可却发现门外一片漆黑。我有些纳闷，就在我再次看去时，门外又恢复了正常。晚上和老公打电话聊起了这件事，他提醒我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就直接打电话给快递公司，不要随便和对方联系了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第3次很快就来了，但这一次却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叫于小莫吧？你有快递被送到我家了，你方便来拿吗？听完他的话，我有些尴尬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你方便帮我放在门岗吗？好吧。我微笑着向他道谢，取回来后看到确实是老公前些日子买的咖啡机到了。然而这件事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我再次收到了一份寄错的快递。原本我想打给快递公司的，却没想到邻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有份快递寄到你那里了？他的语气有些着急。对，是有一份你的快递在我这儿，要不我还放门口，晚上你来取。不，这份快递非常重要，你放在门口我怕丢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它拿回家，晚上下班后8点左右我去你家取，到时候你再放在门口。对方的态度诚恳，我想了想也不好拒绝。行吧，
那我先把它拿回家吧。中途我还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听说别人要来我家取快递，他让我一定要记得把快递提前放门口。如果快的话，我晚上也能到家了。我点头应道。眼看着已经到了晚上，只不过时间还没到8点，门外就有了动静。一阵门铃声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刚准备询问时，对方先开口了：“你好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是来取快递的，今天下班早了些。”听到是他的声音，我心里却平静了不少。想着人家特地来取快递，我不开门好像也不合适，便拿起那份快递走到了门口。开门之前我犹豫了一下，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。突然一只手伸了进来，我脑子嗡了一下，意识到不对，紧紧地拉住门把手。一张脸瞬间出现在我眼前，他长相凶恶丑陋，面目狰狞可怕。此时我害怕极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你干嘛？你是谁呀？我壮着胆子喊道，他却对我毫不理睬，只是慢慢拉大了门缝。我的力气根本比不上人家，只能冲着屋内大喊：“老公，家里接人了！老公！”别费力气了，你家里没男人。他一脸邪笑地看着我，我最终还是没挣脱过他，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。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尖刀，刚准备关上身后的门，这时门又被外面的人用力地拽开了。是老公，他回来了。他突然的出现让眼前的男人吓了一跳，并趁他不备夺下了他手中的刀，直接吓跑了他。我也终于安全了，我们赶忙报了警。待警方来了之后，赶去了 B 幢402，才发现这个屋子压根就没有人住。后来通过监控才发现，原来送错的快递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这个人的快递是他自己放过来的，而我的快递也正是他取走的，根本不是快递公司送错了。还好老公及时赶回来，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别出去，楼道里有杀人狂！501业主突然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，群里一下炸了锅，而我也确实听到楼道内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不是你大晚上的这么吓人好吗？撤回吧，业主群里不要说这种话。其他人纷纷在群里数落着501的业主，而501业主在发完那条有杀人狂的消息后，再没有多说一句。在这期间，楼道里的动静也消停了下来，众人再次抱怨了几句，完全没当回事儿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我又躺下准备继续睡觉，可没一会儿，外头再次响起很激烈的声音，动静很大，还伴随着一阵尖叫。这正是从我楼上传来的。我有些不爽的打字：怎么又吵起来了？楼上403干嘛呢？403是对夫妻，平时就吵得厉害。我正好住在他们家楼下，找了他们几次，甚至报过警，他们才消停一点。可没想到现在又开始了，能不能消停点？大半夜的要死人啊！404我见过一次，5大3粗，常年就是黑背心，戴个大金链子，经常在群里开黄腔，人品差，素质还低。他似乎也被吵得受不了，一时脾气上来，妈的，没完了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住你隔壁，我这就过去。对。大哥，你去教训一下他，大晚上的吵什么呢？但402却赶紧劝说，千万别冲动，他可能没看手机，你好好跟他沟通一下，抽他2嘴巴子，他就长记性了。404说完这话，快被大家忘记的501再次开口了：别出去，别出去，楼道里有杀人狂，他会杀了你的。501在群里疯狂的挨404业主，我们这儿是回迁房，一共也没住几户人家，但隔音巨差，楼道里有点什么动静，隔着楼层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在501再一次发出警告后，群里有不少人都出来埋怨他，你能不能适可而止，一直说好玩吗？群主把他踢出去吧。隔了一会儿，501发了个表情，不信算了。说真的，我莫名觉得501不像是开玩笑，他平时是个少言寡语的人，我见过他几次，40来岁，总是戴着一副眼镜，看着很正经一人，这样的人应该不会无缘无故的开这种耸人的玩笑吧？可要说他是认真的，我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。杀人狂，太荒谬了吧？跟我一样感觉不对劲的，还有302的小杨姐。404大哥，要不你先别出去了，听听501怎么说。404没有说话。大哥，你还在吗？我感觉不太对，在群里拍了拍404，还是没有回应。手机嗡的响了一声，低头一看，是小杨姐私聊了我。小爱，我觉着不对，你刚听到了吧？之前我跟小杨姐一起薅过团购的羊毛，互相比较熟络，平时没事也会聊两句。听到什么？楼上的声音吗？对，刚404出去了，很用力的摔上了门，可怎么没后续了？他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，的确，我刚刚明明听到楼上砰的一声，应该是404摔门而出，很快就归于平静了，再没有任何的声音传来。小杨姐继续发来消息，404那个大哥就住403隔壁，他要找403麻烦，几步就走到门口了，可他连403的门都没敲，就没动静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我们这儿隔音这么差，要是404敲门的话，我肯定能听到，是不是403的门本来就开着，所以404没敲门？那也应该有说话的声音吧？我们这栋楼上咳嗽一声，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404去找403理论，怎么会没有声音？
在我印象里，404是个盲流，而且从群里的消息来看，他忍403也不是1天2天了。可我不愿过多往坏处想，试图找个理由，是不是他觉得不太合适，也不想发生争执，冷静了一下又回去了。也有可能是看到了501说外面有什么杀人狂，所以打消念头了。就算这样，那404半路折回去，也得有开门的声音吧？小杨姐的话让我再次拧起眉头。是啊，应该有开门声音的，不然怎么进屋？不能真有杀人狂吧？404刚出门就被杀了，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他。小杨姐突然激动起来，或者403就是杀人狂，404刚走到403门口就被他一刀捅死了，也有可能是杀人狂先杀了403，藏在他的家里，404正好找上门，没这么恐怖吧？要不先报警，要不我让我老公出去看看。我俩几乎同时发出一条消息，刚要劝小杨姐不要冲动，可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一下子心凉到了冰点。别出去，楼道里有杀人狂，他会杀了你的。501在群里疯狂艾404业主，紧接着楼上砰的一声，应该是404摔门而出了，但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了，依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。群里有不少人都在问他什么情况，404你还在吗？说句话呀，别吓我，不是真有杀人狂吧？402你能不能过去看看？你怎么不去？你离403近啊，去看看怎么了？那么多离得近的，401还离得近呢，你怎么不让他去？再说了，楼上楼下有多远？你上来看个也行吗？我真无语，你一个大男人不出去看，让我一个小姑娘去，眼看要吵起来，301突然站了出来，别纠结这个了，你们谁有404电话，给他打一个。群里沉默了半晌，我有，我打一个吧。所有人都静静地等着503打电话，可下一刻，一阵悠扬干涩的电话铃声竟在我这一层响起，而且就在我的门外。我怎么听到楼道外面有手机响呢？你们听到了吗？302-303，我紧张地看着门口的方向，好像是从303你那个方向传来的。这个时候，301突然在群里单独艾特了我，我看到了，404就在你门口，我从猫眼里看到他就站在你的门口，你千万别出去。我立刻从椅子上弹起，悄悄打开了卧室门，望向了漆黑的大门口。外面的手机铃声很快停了，503也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，404没接电话，怎么回事啊？3楼楼道里有人站着，到底是谁呀？我一个人在家，我真的怕。为什么没人报警？我报了，警察让我们待在家里，他们马上派人过来，大概40分钟。少言寡语的501冷不丁冲着202来了一句@202，快了，快轮到你了。你别吓我，轮到我什么？501又不说话了。501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说啊。501仍旧沉默。我吓了一个激灵，有人在外面摁我的门铃。小杨姐消息再次发来，是不是杀人犯在摁你的门铃？别出去，千万别出去，他一定是杀了403，现在又要杀你。我没时间细想，因为门铃声越来越急促，甚至伴随着用力的敲门声，群里已经慌成了一片，砰砰砰的砸门声，楼上楼下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301在群里一直问，门外的是404吗？404，你说话，到底是谁在3楼？说呀，谁在外面？小杨姐在群里警告大家，别出去，都别出去。501说的没错，外面可能真的有杀人狂。我跑回房间拿了把水果刀，小心地走向了大门口。敲门声这时也停了，我硬着头皮从猫眼往外看去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只有一片黑色，根本没有人。我拿起手机给301的私发了一条消息，外面怎么没人？不可能，你没看到吗？他就站在你门口，他在看你，他在看着你。我一下子心凉到了冰点，我知道为什么从猫眼看出去是漆黑一片了，因为此刻有人正贴在门上，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看到的是他的眼睛。猫眼是单向的，可我总觉得他能看到我。意识到这点，我立马找了张纸，把猫眼给糊了起来。一想到他在门外，我的心里涌起极度的不安。群里的消息一蹦一蹦的，你们说话呀，你们怎么不说话？我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。501，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你说出来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你别害我们。404，你还在不在？说句话呀你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就在所有人都焦急万分的时候，404终于说话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403喝多了，所以有点吵。我跟他沟通了一下，他睡下了，没什么杀人狂，外面很安全，让大家担心了。抱歉，现在才看到消息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大家睡吧，晚安。他说完，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松了一些，没事就好。许是因为这出闹剧实在是有点吓人，群里好多人都没有在搭腔，连一直说有杀人狂的501都没人再指责了。我望着被报纸糊起来的猫眼，403喝多了，404也没事，那301呢？他为什么要说有杀人狂？我门口站着的又是谁？难道是301恶作剧？我打开对话框，有些生气的给301发消息，下次别玩这种恶作剧了，我差点让你吓死。
一点都不好笑。301很快回复：我没有恶作剧，你相信我。与此同时，一条小杨姐的消息也发了过来：小爱，我感觉404的可能已经死了。拿他手机发消息的人不是404，是那个杀人狂。我感觉404的可能已经死了。拿他手机发消息的是那个杀人狂。看到小杨姐发来的消息，我顿时汗毛都立了起来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404那男的从来都是个火爆脾气，满口都是脏话连篇。你什么时候见他说过不好意思这种客气的话？可301也私聊我了，他说在我门口看到的就是404。而后我费力地捋着中间的逻辑，门口的人到底是谁？这唯一的目击者可能也就只有对门的301了。我反手拉了个3人群聊，率先@301，我门口站着的人，你确定看清楚了？小杨姐也应和了一句，真的是404吗？我看错了，那不是404，只是体型有些像。他现在还在你门口，真的。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封猫眼的纸，顺着猫眼再度朝外看去，一个跟404身形差不多的男人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门口。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，嘴角弯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，他的眼睛几乎没有焦点，但我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正在看着我。小杨姐在群里又发了消息过来，怎么样了？你们都怎么样了？都没事吧？我正准备回复，301的消息也发了出来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你看清他的脸了吗？不太清楚，但好像有点熟悉。我感觉也是。我再次看向了门眼，确实，外面已经没有了男人的身影。我让我老公拿着菜刀出去看一下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听到门口传来一阵开门的声音。小杨姐家已经打开门了。不是吧？虽然她老公看着也比较壮，但外面如果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呢？他们怎么胆子这么大？没等我细想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闷哼声，伴随着一阵重物落地。301消息随即发了过来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小杨姐，你们还好吗？我也紧张不已，透过猫眼看去，却什么都看不到。过了好久，小杨姐才回消息，外面安全了，你们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为什么？我握着手机，心里突然的咯噔一下，再次顺着猫眼向外看去，走廊外依旧空空荡荡的，可我瞄到一道细细的光线透亮在地上，是从小杨姐的门里透出来的光。看来她家的门是开着的，可除了这道光线，还有血渍。走廊上印出了一丝血渍，我赶忙想在群里发消息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门外又是一道开门声，似乎是301把门打开了，外面又是一阵寂静。你们都还好吗？没事啊，你出来吧，我们一起有个照应。两人的话前后在群里发了出来，可我颤抖着捏紧了手机，强烈的预感告诉我，绝对不能出门。我皱着眉头，顺着猫眼再次往外看了看，依旧安静的可怕。也就在这时，之前说已经报警的503突然找我，你还是303吗？我愣了片刻，突然意识到他可能也跟我一样，开始怀疑杀人狂就藏在了我们几个业主中间。或许现在杀人狂已经杀了不知道哪个业主，此刻正躲在屏幕后面，时刻关注着群里的动态，只要有人说话，就会被他盯上，然后被他杀死。比如404，比如我这一层的301、302都可能已经遭了他的毒手。我立马发了条语音过去，我是303，你要相信我。503这才消除顾虑，我现在有点慌，我刚才报警，他们可能还得有半个小时才能到，所以我想着联系一下你们几个业主，确定一下你们是不是还是本人。那你联系过501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加上他，我在群里艾特一下。501在我印象里是一个有些消瘦的中年人，不喜欢说话，他还有一个儿子，智力有些不太正常。我一直觉得501不正常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杀人狂。501是在骗我们，他知道我报警后就不说话了，他怕警察真的来了追究他。我即将再次陷入混乱中时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坚定地告诉他，不可能，一定有杀人狂，有人被杀了。503没回应我，我再次道，外面就在3楼的楼道，有很多血渍，很多。没过一会儿，503才慢吞吞的回复，你怎么知道外面是血？楼道灯那么暗，有没有可能是你看错了？我愣了一下，顺着猫眼往外看去，这是血吗？我正想打字，503发了条信息，要不你出去看看，到底是不是血？如果是血，你一开门就能闻到，把门开一条缝就行。他一连发了好几条消息，更是让我不寒而栗。此时小群里的声音也开始不断响起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快出来呀！我的大脑一片混乱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301、302、503，不是叫我过去，就是叫我开门出去看看，他们都在引导着我出门。外面到底怎么了？到底谁才是杀人狂？别出去，门外有杀人狂！我想起这一切诡异事情的发生，都是因为501在业主群内发了一句话。501，他是不是肯定知道些什么？我给501接连发过去2条消息，你肯定知道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是不是跟你有关？
等待的过程漫长且煎熬。我猜测501一直都在注意着群里的动向，我等不及了，再次发了消息过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多久，501轻飘飘地发过来一张照片，我急忙将其打开，可映入眼中的景象让我的脑子几乎都要炸开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在陈旧的椅子上，仰面朝上坐着一个人。这个销售佝偻的人正是501。501竟然死了！那发消息的又是谁？不要待在家里，你快跑！再不走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501给我发的消息又是让我出去，我大脑几乎崩溃。501是不是也在骗我？我现在完全不敢相信任何人，甚至不确定到底有没有人报警。我自己打了一遍报警电话，警局的电话很快接通。我将这里的事情跟警官说了以后，接线员说他们在15分钟前就接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报警电话，已经出警了。女孩？我们这楼里一共没几个女生，小杨姐和我楼上的403的妻子声音听起来也不是很年轻，那就是202了。我突然想到之前501发了消息说下一个就轮到202，那他现在是不是也可能遇到了危险？我刚拿起手机想提醒一下202不要信任何人，楼栋群里突然有消息弹了出来，又是一张照片，依旧是昏暗的灯光，202的女孩子躺在椅子上，而她的身上也沾满了血迹，她也死了。杀人狂杀死了她，用她的手机拍了照片，然后发到了群里。群中已经没人说话了，不知道是害怕了，还是已经没有活人了。想到这，我咽了口水。如果是没有活人了，那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一直没有出门的我了。我知道待在屋里只能保证暂时的安全，我们这栋楼的门并不牢固，如果杀人狂想要破门的话，也不是那么麻烦。不知道能不能撑到警察的到来。我也没想多久，因为外面突然响起了脚步声，在我的门口戛然而止。也就在这时，我的门把手诡异地转动了一下，门把手疯狂地扭动，有人要进来。随即手机里不断有消息弹了出来，现在就只剩下你了，快出来呀！开门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等会儿再出去，再等一会儿，找准机会，一定要逃，不然他会杀了你。哪怕我此刻害怕到了极致，但还是忍不住内心吐槽了一句：他妈的，到底有几个杀人狂？短暂的沉寂过后，一声爆响，本来就不结实的防盗门被砸的木屑都掉了下来。防盗门被狠狠地劈开了一道口子，一把斧头卡在门里，斧头晃动了几下，外面的人把斧头抽了出去，一双血红骇人的眼睛贴在破开的门洞上。我看到你了。我几乎是瞬间抓紧了手里的刀，疯狂地向着他狠狠地刺了过去。刀卡在了门上，眼看他又要举起斧子，突然外面响起了一声尖锐的叫声，随后就是往楼上逃跑的声音。眼前的人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我赶紧打开门跑了出去。3楼全是血迹，门口是301和小杨姐家2口子的尸体。刚跑到2楼，202家门也大敞着，门口也全是血。我不敢再多看，一直往楼下冲刺着。死了，都死了！我手脚发颤，后面的脚步声告诉我必须要赶紧跑。他已经反应过来了，近了，离门口还有一点距离。突然，一只手死死拽住了我的头发，将我狠狠撞向了墙上。我眼前一阵发黑，我看着他高高举起了斧头，还是逃不掉吗？一道瘦小的人影撞开了他，和他扭打在了一起。我浑身都疼，看到自己浑身都是血，才意识到原来刚刚自己被抓到的时候已经被砍了一刀。我的眼前阵阵发晕，最终昏了过去。3天后，我睁开眼就躺在医院里。我见到了陈警官，这才了解到了前因后果。我们那栋楼只剩下我一个幸存者了。事情最开始是501智力缺陷的儿子偷偷拿了他爸的手机发了一条恶作剧的消息，只不过他没想到我们这栋楼真的藏了一个杀人犯，那人正是503。他看到501的消息后，以为他自己杀人犯的身份藏不住了，于是先下了手，趁着501刚开门的瞬间就先把他杀了。501的儿子拿着手机吓得躲了起来，才幸免于难。后来503以各种理由让各家住户的人出门，再悄无声息地干掉了。最后出现在楼道的救我的那个黑影，正是501家的儿子。在警方赶来后击毙了杀人犯，而501家的儿子也因为伤势过重没救回来。